我这个人不报名牌，因为我还没有上升。把这杯干了就上升了。麦卡伦，你长那么高，要抛出来要卖，又没人愿意买，我就祝福你一辈子卖不掉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酒的地方让你舒服。漂亮。欢迎收看李耀社长来品酒，我是李耀。谢啦。咱们在酒讯杂志2022年9月号的时候，特别公布了2022年威士忌市场关键报告。哇！到底这个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由我来跟各位一一的说明，直接切入主题，不废话了，直接就讲了啦。第一个关键报告是什么呢？来，有啦。单一麦芽威士忌前5大品牌，第一名苏格登，第二名格兰利威，第三名百富，第四名大摩，第5名格兰菲迪。哦，这就是前5大品牌。那单一麦芽威士忌前5大品牌其实是以量来取胜，谁进口的多，谁卖的多，谁就是前5名。但是其中前5名当中，各位都是广告商品，打广告你才会看得到，看得到你才会去买嘛。对，没错吧？好 ，OK。那其中呢，前5名有个品牌，我必须得要跟大家说明一下，格兰利威。它怎么样？格兰利威是不是在前5大品牌当中的第2名？对，格兰利威在早期，我们讲说在3-4年前呢，它都是敬陪末座，它只有在开始这3年来当中，开始冲到前5名，甚至现在目前到了第2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格兰利威开始抛开波本桶的思维，它开始进了很多台湾独县系列，对，独县雪莉桶13年，还有15年。还有包括首县台湾系列的首席3桶，它开始贴近台湾人的口味，它开始抛开国外人的迷思了，开始贴近我们台湾消费者的味蕾思维，它终于做到了这件事，所以它开始每年像黑马一样，不断的往前冲，往前冲，往前冲，冲到了第2名。那你觉得它有可能第1名吗？有可能，毕竟第1名帝亚吉欧。全球最大的集团，第2名保乐利加格兰利威，它也是全球最大的集团啊。第1名跟第2名，所以它当然有可能变成第1名，是非常有可能。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关键报告，黑马格兰利威。再来第2呢？关键报告第2点，调和威士忌前5大品牌。好，哪5大品牌呢？第1名约翰走路，第2名士高利达，第3名角瓶，第4名威雀，第5名皇家礼炮。关键来了，为什么皇家礼炮会冲得这么前面？早期它其实没有这么前面啊，因为皇家礼炮最低年份是多少？21年。哦，它比较贵，每一瓶都要2500块钱，2500块它可以冲到前5名哦。你注意看，前面前4名都是在500到700的价位，1000元以下，对不对？1000元以下，唯独皇家礼炮调和威士忌，它是在2500块的价位，那真的厉害。而且它既然冲到台湾的销售量第5名，也是来自于保乐利加集团。所以保乐利加集团在这3年发生什么事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但是它所有的品牌都往前冲了。皇家礼炮，它这次不只出了21年，它其实还出了23年，它还出了32年，它还出了非常多年份，而且21年它还有分什么马球版，还有独县台湾的版本，非常多的版本都是皇家礼炮在出。它最近最有名的是什么？就是它的蓝玫瑰跟白玫瑰的系列，刚出来喝不到，直接冲到3万。没有，它出来那么久还是喝不到啊！到现在还是喝不到。它到现在那些厂家买的人都不愿意放，不愿意放。为什么不愿意放？因为它放出来那个价格也没人会买啦，太贵了嘛。你把它回到正常的价格，我们就买了嘛。那个26年我们有没有可能喝到？应该不太可能，因为看起来好像4-5万块。我疯了吗？我4-5万块不如发你的奖金嘛？可以。我拿来买干嘛？我有病吗？我是不是？我可以拿去买很多21年来。而且那个蓝白玫瑰刚出来就涨了这么高的价钱，你涨那么高要抛出来要卖，又没人愿意买，我就祝福你一辈子卖不掉。人家收藏就不想卖了嘛。对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第2个关键，好不好？那第3呢？关键报告第3点，苏格兰出口值台湾全球第3。苏格兰出口到全世界的这个额啊，第1名
美国，第2名法国，第3名就是台湾。台湾在去年是第4名，还要往前推1名呢。所以今年的第4名是谁？新加坡。我们干掉新加坡。第5名是中国。但是其实我们不能讲我们干掉新加坡，因为新加坡本身就是一个转口贸易的国家，你的货苏格兰到了新加坡以后会转到其他东南亚的国家，所以新加坡的这个港口这个国家只是一个数字而已，它并不是实销量的额度。就是只是路过而已。对，他们人民基本上是没有在喝的。他们新加坡路过经过也错过但是在台湾路过经过就留下，这代表一件事：台湾人在买苏格兰的威士忌越买越贵，因为出口额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出口额到台湾是全世界排名第3，这代表一件事：台湾人买贵。再来，台湾人买单桶，台湾人买了很多高价的威士忌。但为什么买很多高价威士忌呢？因为台湾人跟世界不一样。世界是90%都是调和威士忌的市场，对，那调和威士忌本身就是1000元以下价位带，那在台湾我们有一半的人喝单一麦芽威士忌，所以有一半的人都是花超过1000块钱去喝酒，所以我们的额度是不是自然会升高？这就是第3点，台湾人所喝的威士忌越来越贵，不是苏格兰问题。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你喝调和就没事了嘛？偏偏你爱喝单一麦芽，不要怪人，怪你自己。我就是看社长才爱上威士忌的，难道我错了吗？关键报告4：新兴酒厂越来越多。新兴酒厂越来越多，各位，因为苏格兰威士忌是不是大爆发？很多5年份出来了嘛，但很多蒸馏厂其实是2017年才盖的对，因为他在2016年、2015年发觉原来未来的市场是威士忌，威士忌其实就是液态黄金，所以大家就开始盖酒厂。2017年开始盖酒厂，3年后、4年后是不是就可以装瓶上市？对，在今年你会发觉一件事，很多新兴酒厂的酒你都喝到了，包括什么克莱萨。2017年，还有橡木桶代理的洛基亚，还有它的拉塞就是雷神，还有包括日本的有佐、静冈，甚至明年你会喝到小猪蒸馏厂的酒可能是2025年2026年可以喝到小猪蒸馏厂的酒，是不是很多新兴酒厂，包括我们最近讲的品酒会，摩里士澳洲威士忌，它也是2017年才开始滴出第一滴的威士忌，是不是所有新兴酒厂雨后春笋般一直出来？各位，你会在未来喝到非常多新兴酒厂的威士忌，但是他们的价格也都好贵克莱萨还好吧？所以我说，只有一家凭着人家良心在卖酒嘛，就是克莱萨对不对？只有它是1500以内嘛。我希望这个良心继续下去，不要第2次出来你就因为卖得好，所以你就变2000块摸着良心，懂之。关键报告第5点，随着疫情解封，投资会更加保守。是的，疫情解封，是不是代表大家都出国了？内需市场不在了。因为这2-3年来，内需市场是不是大家都在国内喝酒、饮酒作乐、夜夜笙歌？没有到夜夜笙歌了。社长怎么不小心把自己的事说出来了呢？就是不断的在家里喝酒，所以内需市场很大，大家都会有闲钱去买酒。你知道股票市场也是往上升嘛？可是，一旦到了疫情解封，是不是大家就出国？对，你会把钱拿去干嘛？旅游、买机票、住宿、出国玩，到国外去买酒。你开始你的就会到外面去了。那这时候投资市场就会越来越保守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闲钱都往外流了，你在酒再拿出来就没人买了。你讲的好好当然我有在做研究了，酒讯杂志的关键报告，你以为在瞎扯淡吗？已经快200期了嘛！真的，投资会越来越保守，酒会越来越趋于稳定。稳定是指便宜吗？不会便宜，但是就是稳定，因为毕竟你买来的酒，你不愿意放，投资就会越来越保守，因为流通性就会越来越少。但是肯定会有一批投资客，他会抛出来。对啊，而且最近地震那么频繁，对，可能要破很多支了刘拉的冷笑该不会是社长的酒？当我没说。但是也有一半的人，他是真的有钱，他也不拿出来卖。可是整体而言，投资会趋于保守。老师说的你都不听。关键报告第6点，免税店进入国内市场。是的，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？免税店明明要出国才买得到，
可是你现在不用出国，你也可以买到免税店的威士忌啊，真的吗？去哪里买？很多免税店自己完税进来卖啊，他自己缴税进来卖啊，好赞哦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在台湾是不是有很多限定版 for 台湾的版本？可是事实上有很多的威士忌也是 for 免税机场的版本，比如麦卡伦的概念系列，它是不是就是属于机场版本？可是却流入到国内来。哦，对，难怪我们买得到。很多消费者都去抢免税的版本，所以免税市场在这2年来大举进入。在疫情期间的时候，它根本不屑进来，大家出国就买了。但是疫情期间没有人出国了，所以它开始进来了。相信疫情开放后，它绝对还是会进来，它不走了，它尝到甜头了。那要去哪里买啊？就很多地方，像这个内湖啊、旗舰店啊，你凭着护照啊，什么都可以买啊。他们自己有一个 VIP 的系统啊。对，其实你跟他买，就加入他 VIP 系统，他自己就会传给你。传给你了以后呢，然后他会帮你玩水了。这是否有钱人的游戏？但为什么我知道呢？因为我也是 VIP。各位，我讲的观念报告有没有道理？很有道理，没错吧？没有瞎胡乱的吧？在市面上那些关键报告怎么乱说一通，对不对？他只是想要骗你买酒而已。我不会，我就会告诉你一个大局势，让你知道你应该怎么买，这个局势应该长什么样子，你在什么时候应该买什么酒。相信我，里奥社长只会说实话。2022年关键报告，除了看酒讯杂志以外，你听我讲，慎读10年书啊！来开3支名牌出来。我这个人不报名牌，因为我还没有上升。你把这杯干了就上升了。啊，麦卡伦，举起来。第二支是什么？我醒来了。这怎么？你在干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是这么优质的品酒节目，被你搞得这么混乱，对不对？乱说一通。威士忌关键报告，我们每年都会来讲一次，你就关注我的频道，你就可以知道未来的趋势、未来的动态，好不好？咱们的里奥社长来品酒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咱们下次见。麦卡伦不要买，等他有业配再来买。下周见，拜拜。